果有一天你正在家里刷手机，突然窗外暴雨倾盆，洪水漫过街道，汽车像纸船一样漂浮，电停了，网断了，电话打不出去，导航也彻底失灵。就在你觉得自己仿佛与整个世界失联的时候，手机突然叮的一声又响了，一条短信跳了出来，救援力量正在赶来，请保持冷静，原地等待。这一刻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很多人会以为是附近通信基站恢复了，可真正的答案却足以让很多第一次了解的人瞪大眼睛。没错，你没听错，这是2026年广西衡州市抗洪救灾现场，一场真实发生的科技救援。地面的基站看似停摆，但是天上的基站开始工作。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你还能收到救援信息。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今天的中国却把这句话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这儿的气不是为了打仗，这儿的气更是为了守护。很多国家研究无人机，第一个想到的是如何飞得更远，打得更准。中国研究无人机却在一次抗洪中给全世界展示了另一种答案。有人负责把通信送上天空，有人负责把药品送进孤岛，有人负责把希望重新送回每一个等待救援的人手里。这一幕不仅让无数网友感到震撼，更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领先的科技，它最先想到的是战争还是人民？今天我们就从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过的角度，聊聊广西衡州洪灾背后那场比洪水本身更值得深思的故事。因为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都不是一架无人机，而是一整套国家能力。很多朋友看到新闻只注意到一个画面，天空中一架大型翼龙无人机缓缓飞过，地面上一架又一架工业级无人机不断起降。很多网友调侃，这是救灾还是拍《流浪地球》？可真正懂行的人看见的却完全不是无人机，他们看到的是4个字：工业体系。为什么这样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今天你家水管爆了，你会怎么办？是不是第一时间找维修工？可是如果整个城市都泡在洪水里，路没了，桥断了，通信没了，电没了，维修工怎么来？救护车怎么来？消防车怎么来？直升飞机能飞多久？燃油够吗？夜航安全吗？一连串的问题才是真正考验一个国家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抗洪就是冲锋舟加沙袋，其实那只是最后1公里。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背后那张看不见的大网，4个字儿：体系作战。过去这个词儿更多出现在军事领域，可今天中国却把它搬进了抢险救灾。洪水来了，不是哪个英雄冲在最前边，而是整个体系一起联动。通信部门负责恢复联络，电力部门负责抢修线路，交通部门负责打通生命通道，消防、武警、医疗、应急、水利、地方干部、志愿者同步联动，而无人机则成了连接这一切的重要纽带。有人说无人机不就是会飞的遥控飞机？如果你真这么认为那你可就低估它。过去无人机最大的作用是拍婚礼、拍风景、拍短视频。后来它开始喷农药、巡电线、测绘地形。再后来它出现在森林防火、地震搜救、海上巡逻。而到了今天，它已经成为应急体系中的空中多面手。它能看，它能找，它能运，它还能把通信重新带回来。这已经不是一台机器，而是整个救援网络向天空延伸出去的一只眼睛，一双翅膀。很多国外网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最惊讶的不是无人机飞得多高，而是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些设备组织起来。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因为这些能力从来不是灾难发生以后临时变出来，而是平时一点一点积累出来。就像周易说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真正的大国从来不会等危机来了才开始准备工具，而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演练了一遍，不对，是无数遍。所以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措手不及，中国看到却是一道早已演练过无数次的应急程序。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第一层真相。广西洪水真正震撼世界的不是一架无人机，而是无人机背后那套完整、高效、快速联动的现代应急体系。然而，如果你认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你还是低估了这场洪灾。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才真正揭开了中国无人机产业最不可思议的一张底牌。很多国家拥有无人机，但真正让人羡慕的不是谁飞得最高，而是谁能在灾难来临的那一刻，让成百上千架不同用途的无人机迅速协同，各司其职。有人负责通信，有人负责侦察，有人负责物资投送，有人负责测绘评估。他们不是各飞各的，而是一支默契配合的空中救援编队。有人曾说，21世纪比拼的不只是科技，而是把科技变成公共能力的速度。而广西衡州这场抗洪正是一个鲜活的注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放眼全球，唯独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很多人把答案归结于无人机技术，可真正的答案其实藏在更大的词里——产业链。因为下一秒我们要聊的已经不是无人机，而是中国工业体系真正让世界感到惊讶的地方。如果说天空中那一架架无人机是观众能够看得见的主角，那么他们背后那套庞大的工业体系才是真正的幕后导演。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无人机嘛，不就是飞起来送点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像把高铁理解成一辆跑得快一点的火车，把航母理解成一艘大一点的轮船。真正厉害的从来不是设备本身，而是设备背后的系统。孙子兵法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真正厉害的不是在战场上临场发挥，而是在战争开始之前，胜负其实就已经决定。救灾也是一样，很多人觉得中国抗洪最大的优势是救援人员勇敢，这当然没错。可真正让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却是另一个以前很少有人注意的能力，把工业能力在几个小时之内转换成救援能力。请注意我说的是转换，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决定了一个国家面对灾难时的上限。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现在有2个国家， A 国拥有很多先进设备， B 国拥有稍微少一点的先进设备。如果突然发生洪灾， A 国需要开会，需要审批，需要层层协调，需要运输，需要等待，可能3天之后设备终于到了，可洪水早已经退了。 B 国却不一样，设备原本就在产业链里，人员原本就在体系里，通信原本就在平台里，只需要一句命令，所有资源立即重新组合。原本服务农业的无人机可以执行灾区巡查，原本测绘用的无人机可以绘制灾情地图，原本负责物流运输的平台可以立即运输救援物资，原本负责通信保障的技术可以迅速恢复灾区信号。看到这儿，你是不是突然明白，真正厉害的不是谁拥有一件神器，而是谁拥有制造神器、调动神器、维护神器、协同神器的一整套能力。这就是工业体系。很多国外网友第一次看到翼龙无人机通讯恢复的时候非常震惊，但真正让很多专业人士感到惊讶的却不是那架飞机，而是另外一句话：它为什么能这么快？请注意速度才是真正大国竞争力。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修高铁这么快？为什么中国建桥这么快？为什么中国造船这么快？为什么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这么快？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于中国人勤奋。其实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更深层的原因在《管子》里早就说过一句话：仓廪实而知时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稳定而完整的生产体系，才能在关键时刻快速调动资源。换句话说，真正让无人机飞起来的不只是螺旋桨，还有无数家供应商、无数条生产线、无数名工程师、无数个昼夜不停运转的工厂。所以当别人还在讨论一架无人机值多少钱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讨论如何让1000架无人机协同工作。这就是思维上的差距。很多观众看到新闻时只注意到了天空，却忽略了地面。事实上，在广西衡州抗洪现场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同样值得点赞。他们没有统一制服，没有肩章，没有军衔，甚至很多人白天还是普通上班族。可灾情发生后他们却第一时间带着自己的设备奔赴灾区。他们就是民间无人机飞手跟社会救援力量。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总有人愿意自发去救灾？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国有一句流传了几千年的老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8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专业救援力量负责主战场，志愿者负责补位，民间飞手负责空中侦察，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统筹协调。这已经不是单一部门的战斗，
而是整个社会在共同完成一件事儿。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不会乱吗？这恰恰体现了现代应急体系的重要性。真正成熟的体系不是每个人都冲上去，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个位置。有人负责寻找，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通信，有人负责医疗，有人负责后勤。就像一支交响乐团，每一种乐器都不一样，可最终演奏出来的却是一首完整的生命乐章。当广西衡州2米多深的洪水封死所有退路，头顶上突然传来翼龙无人机和重载大疆无人机的轰鸣声，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这是2026年7月广西衡州抗洪现场最科幻也最震撼的一幕。外网这几天彻底破防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中国在一次突发的县城洪灾里，居然掏出了能打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的无人机矩阵。7月6日，台风美沙克肆虐，广西衡州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发生漫顶和缺口，2米深的洪水像巨兽一样瞬间吞没了村庄、农田、道路，断路、断网、断电，3段绝境降临。在西方传统的救援逻辑里，这意味着漫长的等待、高昂的直升机账单，以及在泥潭里绝望哭喊的灾民。但紧接着，中国救援掏出的神仙操作，直接把老外看傻了。他们看到了什么？5点半，天还没亮，几百公里之外的广东省翼龙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紧急起飞，滑入衡州灾区上空。它不带导弹，它带着跨省漫游的移动公网基站。3小时内，50平方公里的死区公网信号满格，15000平方公里的因视频网络瞬间织救。灾民的手机里，一条条应急短信凭空弹出。老外直接惊呼：“上帝！中国人把基站送上了天！”更让他们头皮发麻的是地面的微观操作。在衡州云表镇、马岭镇，20名民间飞手不约而同驱车千里逆行而来。大疆重载行业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空中拉出一条条凌空摆渡的生命线。有村民重病复发，冲锋舟进不去，大载荷无人机结合舟艇直接实施空中提吊。云表镇2名群众被困在危险的槽罐车车顶，无人机精准悬停，硬生生把人从死神手里调走。老外在赞叹，在羡慕。当我们的无人机还在战区搞空袭的时候，中国的无人机已经在洪水里运送婴儿和急救药了。可另一部分西方媒体却开始泛酸，甚至恐惧。他们说，一个连县城乃至村庄遭灾都能在几个小时内调集多架工业级、军事级无人机进行饱和式组网救援的国家，其工业爆发力和物流组织力简直令人汗水直流。没错，他们害怕了，因为西方崇尚的是利益最大化，而中国展示的是饱和式的人道主义。2米深的洪水泥潭，外围的高地阻挡，这在西方叫不可抗力，叫救援难度过大，但在中国，这叫军令如山，叫必须挺进。我们把最尖端的科技用来给老百姓的手机找信号，我们把全球第一的民用无人机产业链下沉到洪水泥潭里去调运瓶装水和面包，这不叫秀肌肉，这叫中国人的底气。所谓的中国式安全感，从来不是天赐的，它是中国强大的重工业底座、顶尖的无人机技术，以及无数个像深圳公益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甚至自发赶来的普通飞手，用血肉和科技硬生生拼出来的。西方的无人机常常在远方制造废墟，而中国的无人机永远在风雨中托举生命。科技的最高峰不是战果，而是服务于民，是万家灯火。